Hello， 欢迎来到 Angel 周周的频道。虽然不是第一时间，但是终于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里程碑。我在台湾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，虽然不大，但是很温馨。不同于之前租房，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挑选床垫、沙发。这期节目呢，我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家装的一些小巧思。有些钱不能省，有些钱呢要想办法省。大家会不会有点好奇了呢？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其实我自己算是个比较耐热的人，所以夏天流点汗也没有什么。但是如果和小孩一起外出，像我们家两个就是不太耐热的，他们就会变得很烦躁，整个行程也会受到影响。所以这次我们去花莲的海洋公园，我专门为孩子准备了一台烧水的便携式的小电扇。这台风扇很轻啊，只有192公克，小朋友拿着也不会觉得累。如果挂在脖子上，还能释放双手，玩得更自在。这次去玩呢，孩子们全程轮流着用。它一共有5档风速，像我们在室内放在桌子上对着吹1档风，我觉得就很够用了。但户外活动呢，我觉得可以提高一点，就是3档，很凉爽了。官方说明是1档风，最长可以使用10个小时。我们这次是连着2天用，没有在充电的情况下呢，也基本够用了。品质方面我也是蛮惊喜的，因为我们弟弟在这次公园玩的时候呢，他就是跑着跑着突然就摔倒了，狠狠的摔了一跤，连带的这一个小风扇也一起狠狠的摔在了地上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已经到了这刮花了。然后这边也是，就这2处伤得最严重，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依然很好用，这一点我觉得很加分。本来以为家里面其实有1只就够了，但发现其实出行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还蛮需要的，所以我也在想说家里要不要再备用1只，那下次出行会更方便一些。那山水也是在台湾很大的一个品牌了，我自己使用过后我觉得还是蛮推荐的。那我们的新家呢是买在淡水的预售屋，家人还有朋友一听到我们是买在淡水，他们的反应就非常的一致，那不是最潮湿的区域吗？我一开始也很紧张啊，就想办法要在这个除湿机上面下功夫，然后又因为卡着租房的时限，所以呢我们就急急忙忙的要搬进去。但这一点是非常违反我们上海或者说我老家的一个认知，我们通常新屋是要开窗户通风至少1个月的，所以就这一点呢，我是和我们的设计师反复确认我们是不是可以住进去。当我们搬进来之后，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是住进来挺早的，所以等我们住进来之后，上上下下就开始叮叮当当咣当当的开始来装修房子，整天就乌烟瘴气，我感觉空气品质就不是很好。上次摸的手指印现在更深了，太可怕了吧。那有问题就想办法解决嘛。上海其实也有黄梅天，也就是反潮的一段时间，通常是6月、7月的样子。这个时候室内就很容易有那种湿哒哒的感觉，地板也会黏黏的。如果把衣服晾在外面的话，也会觉得衣服很难干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没有用除湿机的习惯，是直到我来了台湾之后，我发现原来一户人家有1台除湿机是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，甚至一家可能会有好几台。像我们这种小坪数的，我觉得我真的不想再就是用这种移动式的除湿机来占位，而且我也不想看到很多的线，我觉得很难整理。加上呢，我们可能会2边都会跑一跑，所以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我们是不在家的。那家里闲置的时候就没有人来开这除湿机，没有人来倒水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有1台可以远程遥控的，然后不用亲自倒水的除湿机，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后来呢，比较下来呢，我们就觉得选了这个 CP 值较高的，也是台湾本土的一个品牌米多利，静音也相对比较省电，因为它是吊引式的除湿机，一机对多室，一个机器有多个管子通到不同的房间，然后它可以显示现在的一个家里整体的一个湿度情况。那我们还没有试过就是远程遥控的这个功能，在家里通常都是手动的。相对来说，一个吊引式的除湿机，它的价格加上它的一个安装费、材料费等等会相对贵一点，但是呢，就是从一个长期的一个角度来讲，它在生活使用上我觉得更加便利一些。当然在层高上它可能也会多多少少影响到一些，我觉得这都可以接受。但我觉得优点就是不用倒水，不用占用到地面的使用空间，不会
用看到凌乱的线。当然也会有一些小插曲啦，就比如说有那么2次吧，我现在就发现，哎，这个房间除湿口怎么没有声音了？然后就电话联系师傅，他来了以后检查说，哦，原来是里面的管子松脱了，要复位一下。我觉得这个安装的过程应该还是技术性蛮强的，所以安装的好不好也会影响到这个使用的感受、主视效果。接下来说说我们装修完马上搬进来的这个心理压力。可能我先生还好，但是我对这件事非常的愁啊，所以我在3个方面下了一点功夫。一开始我是专门在网络上研究那种含有 VOC 甲醛尽可能低的那种油漆品牌，后来呢我是在淘宝上找了北欧和德国的2个品牌，接着呢我就是买那个家具，每次买家具不管是床架啦还是这个沙发，我都会询问这个甲醛的问题，但我还是不放心。后来我又在网络上买了那个就除甲醛的喷剂，就是打扫卫生要搬运东西的那几天，我就整天要喷一遍，真的非常的麻烦。但是实际效果其实不好说，因为也没有买专业的那种检测仪检测，反正就直接搬进来住了。后来住进来之后，因为就是上上下下邻居都在装修房子，所以我们那个粉尘特别的严重，所以我又开始研究说，哎，有没有那种可以降低粉尘的产品。当时我们社群还有不少人改装了这个纱窗，好像对于空气品质会有所改善，但我其实就兴致缺的。后来呢，我终于发现了还真有这么一款产品，第一眼就被它的外观吸引了。一级效呢跟我们家风格蛮搭的，就是挺简约的，白色应该比较百搭了。这应该是烤漆的哦，它这边可以拿拎起来，打算放在这里。在使用这个产品之前，就是我想先测一下我们家里的这个 PM 值啊。我们从过年搬进来也有半年了，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到底住的这个环境空气品质如何。我们家是良好诶，我还是很好奇这个检测仪它的数值会不会变化。先生有个提议，我们就试一下，就是我们窗外的空气品质啊，噔，10到12之间，靠近山这边，不在那个马路边上生活，这一点还是挺好的。这个空气品质还是非常 OK 的。看一下，哎，看我靠近一下，爸爸，借你看一下，刚才抽烟的时候他已经中度不良。看我们家的空气品质还可以哦，不过我们家因为最近的几个月就是上下楼都装修，所以我们家关着窗户，粉尘依然很多，多到什么程度？就我前段时间刚刚打扫过，冰箱上面又非常多的粉尘。我先把这边擦干净，然后过2个礼拜我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 Boswell 这一款机器是否真的可以在粉尘啊，然后空气品质上面有好的突出的表现。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呢，不是用一般的滤网，而是用一种叫电浆集成灭菌的技术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空气里的脏东西抓住消灭，像是会引起过敏的灰尘、细菌、病毒，甚至小到0.01微米的污染物，它都能处理掉。对我们来说，就是一款可以同时灭菌、集成加消除异味的保护罩。而且它有几个让我觉得很方便的地方，没有滤网要换，没有耗材，脏了水洗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它会自己侦测脏污量，该清洗的时候呢会提醒我。这和以往的传统滤网不同，传统滤网它是用一个按照既定的时间，也就是产品寿命来提醒用户更换，比如说180天，时间到了呢会提醒更换。但其实每个家庭的脏污程度是不同的，有一些可能很早就需要更换，有一些可能甚至到了180天还不需要更换。但是这一款产品，当它的脏污量使得效能降低到80%的时候，它就会提醒用户自行判断是否清洗。外壳呢是全金属的材质，看起来很有质感。如果是塑胶的机壳，长期处在高压放电集成，塑胶的外壳是很容易发黄的，但金属不会，而且简单擦拭，很好清理的。而且它有一个睡眠模式，这个声音真的是小到我觉得是不会被干扰的。最后一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点，因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就它真的很省电。就算开到最大功率23瓦，每天开8小时，以台湾现在电很贵的情况来看呢，一天也不到1块钱。好了，终于到了一下我们要检测这个集成的效果如何啊。本来是说是经过2个礼拜我们来实测一下，没想到真的现在
已经4个礼拜了，我还没实测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到冰箱上面来看一下啊，这个粉尘的情况。看起来是有一点脏，但是明显比之前的要好一点，淡淡的一层。要到比较高的一个档位的话，效果会比较好。整天睡眠模式应该还是不够，已经明显比之前改善很多。当然啦，没想到我们家空气品质还可以啦，住的离马路远点也是好的，虽然可能出行不太方便，而且我真的觉得如果住家是离马路比较近的，想让家里的空气品质和粉尘有所控制的话呢，有这样一台内外兼修的空气清新机呢，我觉得是很推荐的。这款市场价格是36000。除了以上这些绝对不能省的家电之外呢，有些钱是真的要想办法省，毕竟装修嘛，这是一大笔开销。所以呢，我很多东西其实是在淘宝上买的，但淘宝就是要淘啊，否则也是很糟心的，毕竟有一些退货还是蛮麻烦的。那我最心水的一款产品就是我们家的餐桌啦，我就是在淘宝上买的，大家猜下这多少钱？这餐桌是不是还挺大的呀？这可是整木哦，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自然边的。当然这块木头的一个缺点是它相对比较软，当我们用点力的话，它就会容易有磕磕碰碰的印子。在运输的过程中它总是有一些风险，很不幸的这个桌子呢就也磕碰掉了。本来这里有一块啊，就这么掉下来了。还好它因为就是自然弧度，掉了也蛮艺术的，反正也看不太出来。然后整个桌子都是实木的，所以这个也是。大家猜到价格了吗？那我要公布咯。这整片板的实木桌子1600人民币，另外加上集运的费用是500人民币呢，加起来是2100人民币吧。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在台湾找到近似的产品，所以我还是蛮推荐的。然后另外像我们家的这一个成长椅，它也是全实木，它是榉木，很适合这个幼儿不同年龄段，它可以调整它的一个高度，它可以自己踩在这个上面，自己踩然后上桌，就是成人使用都没有什么问题。所以基本上等到孩子变青少年的时候还可以继续使用同一款椅子，然后我就觉得这点很好。像这个椅子这也是实木的，为了配合那个侘寂风嘛，我也是在淘宝上购买的。它反正来的时候是分开的，就自己把它组合起来很方便。反正就这样子搭配在一起，我觉得也蛮搭的，是不同的店家买的，但是都很能搭在一起。然后这次装修的时候，最让我意外的是，我发现其实台湾的窗帘还挺贵的。我的认知是，就是如果我在台湾一个小店里面，他预定了，他帮我上门安装的话，整体的费用应该不会太贵吧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就是我们家也没有几扇窗户，就是客厅、卧室，然后加上这个就是我们隔间的这个窗户需要有窗帘之外，真的很少。他帮我们就是推荐的布帘加上风琴帘，手动的，不是那个什么日夜风琴帘，就是风琴帘。他给我报价报了8万，而这个8万是已经优惠过的价格，就是说推给其他的邻居，那我可以享受这样一个优惠价，但我还是觉得很贵呀。后来我又去淘宝上看，我淘宝上看呢，成本价格可能是台湾这边的一半，缺点就是没有人帮我们安装嘛。我又想起来，就是我有一个远亲，他是做窗帘的，后来我就跟这个长辈联络，他给我的价格当然就是出厂价了，非常的优惠，最后加上运费大概是4000不到的人民币吧，很划算。就需要我先生亲自出马，就头一回出手就是实打实的自己的家，因为很高嘛，盯到后来他整个人都在那边发抖。最后为大家介绍的一个是我在淘宝上淘到的一个小物件，我觉得淘宝上就是能淘到一些有的没的，就是那种还挺巧妙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孩子的房间，这个床架是我买床垫的时候，这个厂家为了促销，他就是说我可以就是定制一个床架。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床架是我设计的，就我大概画了一个图说可不可以帮我做出来，他说可以。然后我设计的时候我想的挺好的，就是我的女儿是住楼上，她是姐姐嘛，那我就把她这边围栏弄得高一点，这样她不会掉下来。但我没有想到，就是我的儿子住在下面那一层
也是有一定的高度差的，它也是有可能掉下，但完全我没有想到这一点。就直到后来就有2次他从床上摔下来，就有一次摔得特别惨，就是半夜里我们睡着突然听到啊的惨叫，然后过来看的时候，我们家弟弟的脚2只脚还在床上，但是他的头是朝地上，就是整个人是像狗吃屎一样趴在地上，特别惨烈。作为妈妈我真的很内疚，那个时候也来不及买嘛，另外一个旧的床垫给它围栏围起来，特别丑。好在我在淘宝上找到了这个东西，这个大家看，这是可以放起来放下来，这样它就是上上下下的非常的方便，它睡在那里就很安全，它就不会再掉下来。这个是可拆卸的，是可以清洗的，很方便，不用的时候就放下来，价格也不贵，人民币200不到吧，我觉得还蛮实用的。我觉得搬进来半年的感觉是家真的不需要很大，但是要想办法让它更安心。对我来说，像是除湿机、空气清新机这些是必备的产品，因为健康跟舒适是很难用钱来衡量的，健康不能省。其他家具我觉得就要看预算了，能省的地方就不要客气。不知道大家在搬新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是一定要装的东西呢？欢迎跟周周留言并分享你的观点，我也会在留言区回复大家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不见不散，拜拜。